黑神话悟空第3章的地图浮屠塔真的是太恶心人了，一会儿在黑影里蹭蹭蹭给我射出来几阶，来骗来偷袭我37岁老同志，一会儿啪一个击退，直接就给我干到悬崖下边去了，简直不讲武德。而且这梁上不能开隐身，不然也会从这梁上掉下去。什么玩意儿？一会儿给我来个魔音贯耳，整个世界就变成 BBC 滤镜了，然后血上限就咔咔往下掉，我真是服了。这地图谁设计的啊？请设计师出列，我让幽魂给你拜个早年啊！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虚公独城。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考据式通关的第12期，我们继续慢通第3章小西天，挖掘所见文物的原型，建筑为主，其余为辅。上次我们从第3章开始，一路打到了亢金龙的龙形态，然后我们就昏倒了。醒来见到的这个地方叫做浮屠界，这是一个监牢，也是一个粪土。刚才说过原因了，这里不再赘述。唯一吸引人的地方是，一旦变成阴间滤镜之后，就会看到一种叫掌灯御史的怪物，灯都长在脖子上了。它比一般的小怪厉害一些，累计共有9个，全杀了会给一个真丸，叫做吉祥灯。这件物品的原型我目前还没考证出来，但可以借这个机会考证近期新得的另外几件真丸。虎头牌的原型便是古代用来调兵的虎符，我这件是6朝时期的文物，铜丹左字虎符，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同款的虎符文物应该也不少。琉璃舍利瓶的原型则是唐代文物，盘口细净贴塑淡黄色琉璃瓶，出自陕西宝鸡的法门寺博物馆。游客太爱法门寺了，从这边参考了多少文物啊！细丝茶鱼，瓷通瓷，原型为明代青玉螭纹鱼，现藏于武汉博物馆。武汉博物馆的好玉器不少，非常值得路近的朋友前去巡礼。摩尼珠的原型是蒙天珠，是一种使用9眼石页岩打磨成天珠形状的文玩，这个当下还能产，应该比那些文物好买多了。好，真丸就先说到这里，下面我们走进塔内，准备打魔将妙音。这位魔将的头部便取自清代文物银鎏金龙凤纹香球，我是从拍卖网站上找到图的。他标出的价格是5块钱包邮，真的假的？我读书少，不要骗我。好，宗门之力转瞬即逝，这种出了名的粪怪就不跟他浪费时间了。看周围这个花纹，它很明显是青铜器的花纹。那么问题来了，它来源于哪件青铜器呢？答案是来源于春秋时期文物鲁伯玉府立上面的花纹，但是把现实中文物的花纹倒置了。这件文物在2019年的美国拍卖会上出现过，价格如图，之后的下落就不清楚了。打完这个先不着急离开，而是先传送回浮屠界上层，然后往后方的路走，跳下去找到魔将连眼，这也是出了名的粪怪，那咱就不多体验了，也让他转瞬即逝。哦，不好意思，打太快了。魔将连眼这身衣服便来源于山西高平铁佛寺的菩提树神造像。顺便说一句，高平铁佛寺最近开门了啊，要去的抓紧去。我计划今年国庆之后再去那边拍视频，然后做一期视频出来。而后边这排自毛炸鬼的塑像则来源于陕西蓝田水陆安的造像，网图就给拍一排脑袋，你们就不能往下挪挪镜头吗？下边是有护栏呢，还是游客太多呀？再看这个场景，这边上的佛塔我在现实中是真没见过，谁没事安这么多脑袋呀？上边的云形悬塑，我怀疑是从山西高平铁佛寺里拆出来的。而屋顶上这些倒悬打飞机的塔，它只露出了上层，我还真没找到太像的原型，但它有飞檐翘角，应是南方的某座4角密檐石塔。而靠近门的这个场景，它上方的匾额取景自原平会稽寺的八仙匾，据说这块匾已经被转移到新州博物馆了，在会稽寺已经看不到了。最下方的雀梯是比较常见的花草雀梯，而这个位置的镂空木雕则是夔龙纹，做出来就是方方块块的形状。至此我们就解开了这边的监牢，可以和牢里的小张太子对话。原来他就是沙国王的第3子，沙大郎和沙二郎的弟弟，因跟随菩萨修行，所以未受诅咒。刚才我们打的那些魔将以前就是他的手下，一共有4将。游戏上线之前，原画给他们标出的名字就是拼音4将，没有字，大家只能自己猜名字。有人认为是4将，有人认为是死将。如今我们才发现，真正的答案是4将，属于是把大多数人都给忽悠了。但小张太子旁边应该给个双头鼠变身什么的，但我并没看见，看来我第2章漏掉了些什么。然后我就回到第2章，找到了这个关闭的屋子，在门口可以触发对话。我之前路过这边的时候就触发了一次对话，这样是不完整的，必须触发全部对话，直到出现重复对话为止，这才算是走完了剧情。
然后我们再回到小张太子那边，果然看到了双头鼠的尸体，上边插着一把宽大的刀，然后拾取这把刀就拿到了双头鼠的变身，将来看看它能在哪儿发挥作用。另外附近又出现安岳石窟的菩萨群像了。第2章说过，这里不赘述。小张太子这边的剧情初步跑完了，然后我们穿过魔将妙音的场地，来到塔的另一侧，发现背后有2个菩萨头，头上还戴着化佛宝冠。这个特征不明显，就不挖原型了，因为这样的造型太常见了。中途还遇到这么一个怪，我刷别人视频，大家都说这个怪难打，那我当然也得火力全开了。这还不是掉精魄的精英怪，要是精英怪得多厉害呀！前面这条道路两边摆放的都是第1章里出现的陕西拴马桩，前面的节目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从这条道走出来，能看到前方有2尊雕像，这2尊的文物原型明显是重庆大足石刻宝顶山上的护法神龛，正常情况下是8尊，这里只用了其中的2尊，而且没有镜像。我看好多网友都在我评论区里留言说，到了大足石刻一定要请个导游，但你在游览完宝顶山，听完导游的全套解说之后，一定要回看我护法神龛那一集的解说，我在视频里列出了不同的说法，看完了可以兼听则明。再往前有条岔路，我们在这边能发现第1章中出现过的杭州西天目山木塔群。话说这个地方冰天雪地，冻死那么多求学的弟子，还都有人给立木塔，黄眉人还怪好嘞。不过这条路我没探索太深，因为我走着走着就被小怪打死了。如果去另一条岔路，就能遇到熟悉的葫芦仙人了。既然这大子儿从乡长一下变成3胖子了，咱就不要照头再给1棒子了。我也没吃饭，咱俩整2盅来。那来钱到都让人毒死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啊？栽子吧！你现在就是给母喝云南白药，也无法弥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打吃好马猴的时候，把技能教干净，基本上就能打得过。但我之前死了一把，因为我不知道摁错了哪个键，猴子走不动路了。后来发现是误碰到了 Alt 键，重摁了一下才恢复了正常。而葫芦仙人桌上的大酒壶，其文物原型为甘肃省博的战国提梁盒，它在古代也是酒器。看来游客确实做了考证，这回靠近兰州的天命人巡礼起来就方便了。但甘肃靠西的朋友距离就比较远了，可能还不如老陕方便。然后我们从这个位置就学会了安身法，也就是像大圣一样在地上画个火圈。然后我们来看建筑，窗户这个位置的浮雕不是镂空的浮雕，那这屋里直接就呼死了，待屋子里得多闷呢。这边的大门很像是山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的门，对比之后发现它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门上方这俩玩意儿是取景自山西高平铁佛寺中佛像基座下的小造像，这造型太有特色了，你们看一眼就忘不了。然后我们看檐下的木座，这些雕刻都非常精致，所以观感比较好，不单调。山西的古建筑之所以让人着迷，也是因为它们花样多，看起来不枯燥。其檐下斗拱造型多见于明代建筑，这个原型很多见了。远的不说，位于甘肃天水的南郭寺就有高度近似的斗拱造型。南郭寺的环境特别幽静，此处现存的建筑则是以明清建筑为主。如果你来这边巡礼，记得看看院子里的春秋老树，它已经有了2500年的历史。具体则详见我南郭寺的视频。妙通玄机匾之前说过，不多说了。到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发现这座建筑还是一座2层楼阁，被认为是天津冀州独乐寺观音阁的地方，我想应该就是这里了。其实这座建筑是游客2021年公布的首撮模型，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去独乐寺取了景，有采访记录为证，而且这边的外部结构确实与独乐寺观音阁有相似之处，所以这边很可能确实参考了独乐寺观音阁的外形，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独乐寺视为取景地。然后我们把无人机飞起来，发现这座建筑的屋顶是为单檐歇山顶，而冀州独乐寺观音阁它也是歇山顶，巧了不是？而其他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悬山顶建筑，配置比歇山顶要低一些。看完建筑，我们来看看院子里的其他细节。我一开始想看看这边的盘龙浮雕，但后来发现两边有字，那得先看字啊。盘龙咱在线下看的还少吗？根据残存的少数清晰字迹判断，盘龙两侧碑刻上的字就出自大名鼎鼎的《华严经》。离开寺院一路走到尽头，就看到了亢金星君。这是亢金龙的人形态，也是待会儿要打的一个 BOSS。而猪八戒此时此刻就被困在了金牢里，等着天命人来搭救。当初在《西游记》的故事里，大圣曾被困在金牢之内，猪八戒为他搬来救兵，
救他出去的人恰好就是亢金龙。如今一切逆转，亢金龙堕落成黄眉的爪牙，救人的猪八戒等待着被救，而名不见经传的天命人反而成为了逆转乾坤的希望。至于后面要发生的故事，便是我们下次节目所要讲的内容了。这个小西天地图的体量未免太大了点儿，怎么还没到大雄宝殿打黄眉啊？希望下次能尽快抵达吧。那我们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至于后面的故事，我们下期见。